纽西之谜邀您收看云南虫谷，用纽西之谜水凝清润隔离霜一抹开启隔离防护，轻装上阵，能扛能打，助我突出重围。口味王槟榔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哎，老胡，你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红木。 一抹开启隔离防护，轻装上阵，突出重围。纽西之谜邀您观看云南虫谷。站住！啊，你不好！啊！组长，嘿，快点，擦个板。 回头，李泽，跟我盯着他们，有啥消息马上告诉我。嗯。看来他们走了。那个杨参谋长，你说底下这么深，老胡他会……别胡说八道，老胡跟你什么事没有啊？走，下去看看。啊，小心点。好。 你在这等，我下去找找。他小心点儿。来！老虎！大老虎！ 别想害死我啊！你没事吗？哎，别跑我！快上来！快！哎，老胡，要我说你就是福大命大造化的。你要真想死啊，阎王爷都不带收你的。哼！我都懒得说你。 我这好容易逃过一劫，差点没让你砸死，我找谁说理去啊？这你怪我吗？啊，你这刚一露头，我都飞半空中了，我想刹车我都刹得了啊！嘿，我说你们俩聊什么呢？也不知道洞里那些人怎么样了啊。死了几个村民，村长的儿子也不知道生死。 就那大虫子，我们几个能逃出来，那就不容易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说那帮村民也是，他们干嘛死活非追着他们啊？图什么呀？这是，他们至于吗？现在倒好啊。不过，终归还是怪那大虫子，忒狠了，那仆人也不知道谁养的。从葫芦洞的太古叠生岩层来看，它应该是三叠纪时代的。 几丁质壳类的多细胞底栖昆虫，可能是玉狼长虫，又叫霍氏不死虫。哎，不死虫，对，那玩意儿整不死，是吧？你都炸成那样了，它还抽着呢，是不是？这种昆虫非常的独特，
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。它的祖先应该可以追溯到几亿年前的寒武纪。至于它的灭亡，应该和大气层中氧气含量跳楼式的变化有关。也不知道这只在虫鞘里面繁衍到第几代了。它的呼吸系统居然适应了现在大气中氧气的浓度。也许和葫芦洞中独特的结构有关，也许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植物或者食物。而且这霍氏不死虫怎么会戴着献王祭祀的黄金面具？就算它所吐出的红雾没毒，它那又到底是啥？哎，你们说这虫子会不会是那献王弄的那藤树？你来一下。哎，你们还记得那个棺材盖上刻的那个镇灵图吗？那画的跟这个简直是一模一样哎！这是献王的宫殿。献王居然真的把房子盖到了天上。小心！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啊！小心啊！好。哎，小心！
献王才多大级别的干部，就住这么排场的宫殿，啊，这得多腐败啊！这不是给活人住的。啊？这应该是皇陵的明楼。啊，明楼。 盖在这种地方，龙山入云，重谷深陷，负压百里，隔天断世，这些都暗合了陵墓的风水格局。真没想到，一个边陲小王竟能把自己的陵墓盖在与世隔绝的风水秘境。 而且王气十足，保存的还这么好，看来真不能小瞧了这个献王。话虽如此，万人伐木，一人升天。这献王在这悬崖峭壁之上修建一座如此宏大的宫殿，这得花费多少财力，害死多少百姓？咱们下去看看，都小心着点。 哟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啊？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凌云天宫会仙宝殿。会仙？会什么仙？要我说，这献王老头就是想当神仙，想疯了啊！ 他以为在这悬崖上盖这么一宫殿就能把神仙给招来啊？不过胡爷，咱这把倒也是赶着了啊，咱也享受一把当神仙的感觉啊。也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木尘珠的线索。这宫殿是古代墓葬的建筑，贸然闯入，我担心咱们可不好交代啊。可是木尘珠事关身家性命，陈教授又年迈病衰。 等着咱们救命呢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对呀，咱们赶紧进去吧，没准献王给咱们留2份见面礼。哎，你憋什么坏呢？没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咱们找到献王墓，那算是重大考古发现，是吧？那没准儿组织上还能给咱点奖励，不是？我赶紧看看去。哎，你这兄弟啊！ 真是死性不改，小心点。来碗面。哎，开黑店的吧？哪呀黑店？那这桌上的刀痕呢？村口捡的废品。那你开店关着门干什么？没钱交房租，房东老来催。嗨。 早说呀！兄弟以前也做生意，资金周转离不开他。资金能周转，生意会越变越好。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。我说跟着老组长去抓人，你非要留下来看守。 这个地方多吓人！你认得什么？那3个刀子手里有枪，万一和他们发生了争执，那枪子可不长眼睛。还是再吃点安全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总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不对劲。你看那后里的红雾，咋个也都消失了？你不要一紧张呢。那大虫子死了，红雾自然就散了。
石门是锁死的。这门后有防盗等的装置，应该是可以滑动的石栓。一般皇陵都用这种办法防范魔镜小为。这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吗？哎，孙殿英当年到东陵开慈禧墓的时候，就是拿炮给它炸开的。要我说，咱们也拿炸药把这门崩开吧。孙殿英是土匪出身，你能跟他学吗？再说这是文物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暴力破门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合着咱不能挨着耗着呀？哎，老胡，这镇墓的石兽一般都是左右对称一模一样的，怎么这里不同呢？这看着像是一龙和一虎。不是，你怎么看出是一龙一虎的？哎，老胡，你看这上面有俩眼儿，哎，应该是锁孔。一龙一虎。龙虎短杖。胖子啊，把大祭司那根棍给我啊。这还能分开呢？胖子啊，旁边。瞎踩，顺便走。哎，老胡，你说这些雕像，他们干嘛做成这样啊？什么意思呀？
13陵的名楼里面可没这个啊，太奇怪了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。朝代不同，所以形式有异，但其宗旨都是一样的，追求的都是视死如视生，就是死了，也不愿放弃这至高无上的权利。老胡，你感没感觉到这里面有那么一股子阴气啊？你丫那是冻的，这山上本来就冷，别跟这一惊一乍的啊！哎，老胡，你看这边。老胡，你过来看看，哎，这有一香炉，哎，铜的吧？啊？哇，哎，就这做工，这应该算是绝世精品级的吧？真给把老金拉着开开眼，哎，就跟这一比，潘家园那都破烂了。哎呀，你说咱要把这个给抬回去。我就痛快嘴，哈哈。哟，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，谢谢。后里边好像有动静。拉长，不死的。何所啊你？那种早就死啊！要是有什么怪物，那不早出来都给。这滇国是西南夷地，王墓就已经这么大的排场，这要是唐宗汉武的大墓，宝物都是以数千吨的单位来计算的，只是很多都已经被破坏了。不是所有的王墓都有这先王墓这么气派。秦汉时期，求仙炼丹之风盛行，看来这献王老儿就没为后人做打算，一生的追求就是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埋在这龙云里。妄想得道成仙。来者何人？见到本王因何不过呀？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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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！嘛呢？那龙椅是你丫随便做的吧？
什么龙椅啊，老胡，你看这就是俩蛇，这顶多算蛇椅。哎呀，不都说想当皇上吗？是吧？胖爷我也体验一把，其实这坐着不舒服的，忒硬，硌屁。哎呀，这东西真是好东西，就是忒大，真带不骚。想带走也得拆，那问题是咱没趁手家伙，是吧？拿牙咬啊！哎，可我哪像？哎，不是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？老胡，胖子，过来看。哎，看出什么来了？我看出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壁画是先王留下来的。赶快带出去。不是，那你们说这上面画的什么呀？这上面记录的是滇国的历史和一些与请天机、占卜、行巫有关的祭礼活动。那这画的也一般呢。哎，杨参谋长，就刚才那蛇椅后面也有2幅画，画的比这热闹，要不咱过去看看去？啊，来，你们看，那边还一个呢。你说这俩画的是什么呢？怎么跟门神似的？哎，杨参谋长，你过来看看，哎，这上面有字儿啊。上面写的什么呀？这古篆文大概的意思是说，木尘珠是地母所画的凤凰蛋，相传可助人成仙。秦朝末年，此珠落于献王手中。汉天子得知后，派使者索要，献王不舍得献宝，便带人从古滇国分离了出来，迁至滇西，耗费数十万人修建献王墓，以图升仙。那怎么说，这木尘珠真的在献王手里了哈？哎，看看上面。这献王带的王冠中间镶嵌的应该就是木尘珠吧？看来这珠子很有可能被献王带进这里了。得嘞，只要我们能仔细找找，就一定能找到木尘珠了。扎格拉玛索找了木尘珠上千年，也没找到他们的下落。我父亲更是为了救我和我母亲，奔波了一辈子。看来，他老人家是找对了方向了。可惜，只差一步之遥。杨参谋，有些事咱们左右不了，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找到木尘珠，完成你父亲的遗愿。相信他泉下有知，会为你感到高兴的啊！胖子，又跑哪儿去了？胖子，胖子，人呢？对了，胖
呢？忙忙叨叨的，别瞎跑啊！我这不找珠子呢吗？别费那劲了，这是县王的名楼，珠子不会放在这种地方。不在这儿，那在哪儿啊？一般来讲呢，这王墓的名楼附近会有地宫的建筑。哎，杨太保，你刚才在壁画上有发现地宫的线索吗？壁画上的信息量非常大，目前还没有发现。这什么事儿？渗透岩石到达希望彼岸，把图穷力摆脱命运的枷锁，让我用力伸开悬崖边的花朵，就算碰壁不会终极，神秘脚印的踪迹，